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西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已离世之人与你的话语。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呢，其实是想连接一下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是有已经离世的爱人、亲人、宠物你心中之所爱，但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宇宙的能量来祭奠一下我觉得是缅怀一下我们曾经的爱吧。所以说今天呢，想通过这样子的一期占卜去连接一下这个已离世的人，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他，来自他当下对你的话语。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讲，或者是说也许你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最后的这个话语，但是没有机会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连接吧，来给大家解开这个谜团，或者是解开这样子的一个遗憾，或者是说大家想听一下这个人当前过得好不好我们都可以来通过这一期的占卜来看一下。所以呢，这一期的能量我觉得是针对于可能比较少部分的朋友。所以说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已离世的人，然后呢你心中对他还是有一些不舍得，或者是说你还是想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话想对你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期的占卜好，那这一期占卜呢，也是我提前收集了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那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烟水晶烟水晶。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天使光水晶。第3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绿色的萤石。好，那为了方便你们呢，可以跟每一副的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这个已离世的他究竟有什么话想对我讲呢？希望宇宙呢能够给我指引和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当下呢跟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说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是有2副牌的能量呢，当下同时吸引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这个你当下的能量或者是这个人的讯息，就是被分在了2个不同的牌组里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已逝之人究竟有什么话想对你讲。那我们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烟水晶。好，放一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第1副牌的朋友，我提前为你们抽到的这3张塔罗牌，3张神谕卡作为今天的能量连接首先呢，我们这里有一个 baby 这个是婴儿，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abundance丰饶，丰富的，
然后呢，第3张牌是这个 ancestors 祖先啊，祖先。其实这样子的一组能量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会觉得就是当前我们来看的这个已离世的人，已故的人啊，这个人其实给我的能量的感觉，他有一种仿佛他曾经是你的宝贝，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就是被你宠爱，然后呢，你可能会就是滋养他很多，你在伴他成长，或者是你陪伴他成长。这样子的能量呢，让我不禁就是想到和连接到的一个能量，就是宠物。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这一个你想听的这个传讯，当前你想看的这个已故的人哦，或者是已离世的他，有可能是你曾经的宠物，它可能是你的猫猫，或者是你的小狗，或者是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宠物啦，那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朋友啊，非常少的朋友，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他也有可能是你曾经的孩子，当前他来到了这个我们收集的能量里面 ，OK。那么当前的这个传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可能在跟你连接，就是他在的时候跟你连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能量跟你相比的话，是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这个弱势的位置呢，可能是比方讲他没有太多的自理能力，然后呢，你对他有诸多的照顾。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在跟你之间的沟通跟交流里面，他很多时候都是在用一种眼神，或者是用肢体语言在告诉你他的需求，而你们之间不一定有非常直接的，像我们现在来听人与人之间语言中的对话啊，我看到这个能量。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更少了，但是我这边有感觉到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植物，但是这个植物非常的有灵性，你对它诸多的照顾，百般的呵护啊。那么每一个生灵啊，它的生命线，我们知道是通过它的这种身体的一个显化的形式所限定的。就像我们人平均寿命可能是85岁啊，那么小动物它们的平均寿命可能是13岁。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来到我们地球固有的一个，就是比较受限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相信生命的能量本源是不灭的，那么你就应该能够了解到所有的能量之间它不存在所谓的寂灭，它只是一个轮回，以不同的形式在轮回，以不同的形式在呈现。所以我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我们现在连接的这个已故的人，或者是已经离世的他对你有非常多的感激，我觉得他对你有很多感激之情，他对你有很多很多的守护之力。OK， 有很多的感激之情，他当前对你有很强的一种守护之力。那么在这种守护的力量当中，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他想就是报恩他想报恩。你们就是在连接的时候，在你们曾经就是当他还在世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曾经的连接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是那种无条件的爱。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呵护，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那种照顾，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那种保护。而当前呢，尽管他已经跟你不在同一个时间轴线上我们从当前的能量来看的话，可能在那个连接里面已经终止，已经断开，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能量，他对你的守护从来就没有停过，从来就没有停过。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祖先的能量嘛，就好像祖先是什么概念，是我们把时间往回拉，对吧？我们如果有的时候是看那个，比方说未来那是未来的时候，那就是时间往前拉，就是往未来的时间走但是呢，祖先是把时间线往过去拉。我们现在是在每一刻都是当下，但是我能感觉到今天的时间轴线是往回是往回。祖先的能量进一步的去确认它是往回，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祖先，我觉得他当前就是那种，尽管你们可能在相遇的时候，你们在连接的时候是在过去式，但是呢，这种强大的守护的精神之力，或者是守护的一种神力，或者是守护的一种灵力吧，我觉得从来就没有停过。而当前呢，我看到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已故的人，他当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想给你，就是有关于比方说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心态，
然后呢会有不同的一个显化结果。我们今天看到是什么 abundance 这张牌呢，虽然说它看起来是跟金币有关，但其实它讲的一个道理是有关于失去的爱是有关于失去的爱，就是有一个人他把金币掉到那个下水道里面去了他拿不到那么这个时候的金币它不再是仅仅是一个金币，这个金币是活的。对应在我们的当今去看这个钱，钱是死的吗？钱可能也是活的。所以这个人他把钱丢了，弄丢了，就是他丢失了他的爱。可是另外一个小女孩呢，她却能够用一个方法去把这个钱调上来。那么她的这个调的能量在这张牌里面，它所呈现的是第一个拯救，就这个钱是活的，这个人丢了这个失去的爱，他没有想办法救他，只是在那喝酒只是在那里一味的惋惜只是在那里一味的感叹人生他并没有真正的采取行动去救他。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小女孩她在想办法用一个口香糖，用一个绳子把这个金币从下水道里面把它给调出来。所以金币是感谢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小女孩拯救了这个金币，对吧？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这个第一种情况呢，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觉得这边我又听到一个信息，就是有关于可能曾经在你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可能是那个救他的人。第一个信息我们在第一个信息里面做延展，就是你曾经可能在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你救过他，他非常的感谢你。同时我也看到这个就是已离世的这个人，他对你的这种深深的肯定，他觉得你很聪明，他觉得你非常有能力，他觉得你的这种生活态度将带给你无限的富足。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当前的心态。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因为这个人他已经离世了，他已经离开了你，所以你心里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不舍得。就像我最先开始讲的，丢失的爱，这份爱丢了，回不来了，你非常的痛苦，你非常的惋惜，你非常的遗憾，甚至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内疚的情绪。那么当前通过这个 abundance 我能感觉到，就是他当前想给你的话语嘛，就是我们看这个已故的人，其实他很希望你能够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也许你要做的并不是去喝酒流泪，你要做的是打开你内心的智慧，换一个心态，换一个态度去面对你当下的人生，以及我们最后看到的显化的这个房子。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人他可能觉得 OK， 我已经走了，我已经离开了，他现在已经幻化成了你的守护之力，而现在他想传递给你的信息就是非常希望你能够振作，非常希望你能够好起来，非常希望你能够用你内在的智慧去显化属于你的财富，或者是属于你的安稳，属于你的家，属于你的稳定，属于你的安全感。这边我们其实是连接了这个两个不同的一个讯号，对不对？两个不同的讯息。那么第二个同样也是在这个 abundance 里面，其实我刚才也有提过一点那么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两个能量嘛，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第二个信息是有关于，我觉得当前就是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已故的人呢，他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他希望你能够，我觉得是巧妙的运用你当前的资源。这个信息可能更加的有一种就像是来自于祖先给你的一个光，或者是给你的一个开光，他想点醒你。他想点醒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自己救自己他想点醒你就自己救自己，因为他是来感恩的嘛，他是来回馈给你的嘛，所以他很希望你能够看见这个你的福报在哪里，你的这个我觉得他想带给你的这个富足在哪里。他很希望第一组牌的朋友能够真正的就是去把一些东西看作是一个活的一个，就像是一个流淌的东西，就像那个水。因为在这个人的心态里，就是这个喝酒的这个男的心态里就是这个钱是死的嘛，但是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心态当中，她是救了这个钱，这个钱非常肯定这个女孩子，并且认为这个女孩子是真正能够去就是很聪慧的一个人嘛。所以我觉得当前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仿佛在讲，他很希望第一组牌的朋友能够去让自己的生命就仿佛有一个重启的感觉，就是与其去感叹所谓丢失的爱，曾经不可能再回来的东西，不如去想方设法的去，我觉得是进一步的去挽留，或者是抓住眼前你能够抓住的东西就是说他很希望你能够去
真正的看懂就是什么东西它可能已经离开了，那个是失去的爱，不可能再回来。什么是你当前可以去抓住的，那么他希望你能够稳稳的抓住，稳稳的抓住，稳稳的去把握当下。那么在这里就需要大家有一个这种，我觉得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感觉，就是能够看懂当前，因为我们有祖先嘛，他会给你信号的。比方说你生命当中的巧合，我觉得是这个人他想给你的一个，就是他想守护你，他想保护你，他想给你这个报恩。所以你要去看你生命当中的巧合，去看你生命当中的迹象，就是有什么东西可能你一想，哎，就来了。比方说什么大雁呐、鸟啊、时阵呐，或者是跟这种丢失的东西又回来了，相关的东西，相关的这种可能出现在生活当中的迹象，你细心的去看。最后呢，就是同步，生命当中所有的同步都不是巧合，它是一种迹象，能量之间的迹象，它被加强了，所以才会再一次的出现，你才能够再一次的接收。OK， 这个是我们当前看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还有几张塔罗牌，然后我们就会来连接他想对你说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抽几张塔罗牌看一下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们去看的这个已故的人他想对你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的其他补充讯息。感恩宇宙。好，来，第一张牌是这个梦想公主的一个逆位啊，她有话想对你说，她现在说不了。魔法师的正位，好，再来看一下，好，这个是战神10，最后一张牌是制造者6，好的，看一下啊。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了这个已离世的人啊，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讲？首先呢，我看到是啊，就是当前我们迎着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神谕卡，我听到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就是当前这个已逝或者是已故的这个人呢，他现在其实已经转化成了一种连接的桥梁，就是我们当前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指导灵啊，指导灵就是你身边这个跟你有这种唯一1对1的这种能量的一个灵，一个神灵或者是一个灵性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他虽然不在我们的这个维度里，但是他却能够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去带给你指引，带给你讯息，带给你就是你心里冥冥之中就会听见一个声音，或者是你心里冥冥之中就能够感受到感应到一个什么样子的讯息啊。当前呢，其实这个已故的人，我觉得他现在是非常强烈的在成为你与另外一个能量之间的桥梁，那么这个桥梁非常有可能是有关于你自己生命当中的富足和丰盛。我看到这个人他有很强的这种感恩的心，就是他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之前对他的好，他想为你带来的是一种3D 世界，我们物质世界当中的一种丰盛、财富、富足他想带给你的是比方说健康啊，他想带给你的可能是财富啊，或者是他想带给你的是一种富足的心态，或者是带给你一个家，甚至是他想送给你一套房子。这个人当前呢，他在把自己变成一个桥梁，他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去显化出这些东西，这是他想给你的报恩啊！我能感觉到这个人他想给你报恩嘛，所以他想给你这些东西。然后呢，我看到当前的他有一些话语真的很想对你讲，但是他说不出来。你看我们这里啊，这个讲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家，这是一个公主嘛，当前他有一些话想对你讲，但他说不出来。逆位的他说不出来，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够去用心的连接出他给你的讯号，比方说我刚才讲巧合、迹象和同步。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生命当中，我觉得有很强的一种就是机会啊，你生命当中有机会，这个机会能够让你比方说变得更加的富足啊，让你变得更加的丰盛啊，甚至是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健啊，变得更加的强健，比方说恢复身体健康啊，或者是重拾你往日的高峰啊，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能量。但是呢，
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你当前就是没有看到，你没有感应到这个能量啊，所以当前我看到这个人就很想告诉你啊，机会在哪里，或者是当前他很想告诉你啊，他是来感恩的，他希望你能够换一个心态，把这个他给你的机会把它给拿到手里啊，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呢，当前我们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魔法师啊，魔法师。现在你们想看的这个已离世的人呢，我觉得他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能量，就是去帮助你成就，帮助你实现你心中的心愿，或者是帮助你完成你想完成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了有这种很强烈的重启、新的开始、新的机会，我觉得是酝酿在了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啊。那么当前呢，我觉得这个人很想告诉你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就是这个人当前他可能未必会回到你的身边，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身边，反而我看到就是这个已离世的这一个故人啊，他已经找到了他安息的地方，就是这个祖先，他已经找到了他安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离你物理距离是有一点远的，不同的维度，但其实呢，他却离你很近，因为他能够看到你生命当中的机会，他能够看到你生命当中是有，我觉得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去打开什么样子的机会，你有什么样子强烈的愿望，他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而且他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个桥梁，他想把你载过去，他想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更多的美好，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去好好的过这一生，你的就是开启你这一生人生的一个你希望的方式，让你好好的过，让你开开心心的过，让你富足的去生活我听到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啊，这个人应该是很强烈的感恩之心了，而且换作了你当前的守护之力，你的指导灵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已故的人，这个已离世的人，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讲？我们来听听看啊，因为这个人真的很想对你说一些话，然后现在他说不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想对你说什么。感恩宇宙。好，首先他想告诉你的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死亡。那么这张牌呢，我听到就是关于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对于这个人的离开，我觉得你们可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真正的放下你们没有放下，而且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能感应到，就是你一想到这个人他已经离开你，你可能就会很想哭，你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遗憾，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呢，你对他的离开，你对他的离世，我觉得心里可能一直都会有一点耿耿于怀，有点这个能量在这边。而这个当前已逝或者是已故的人呢，他想告诉你的是，这个生命当中没有所谓的死亡、离开或者是断绝。他想告诉你的是，当前的他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过得很好，过得非常非常的安宁。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一个已离世的这个人的灵魂，他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那种很飘或者是找不到方位的感觉。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他现在非常非常的稳定，就是他在一个地方定住了。这张祖先的牌，这个石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一个地方已经定住了，非常非常的，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安全，然后呢非常的舒适，并且他已经找到了他应该待的地方他非常的舒服，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安全很稳定的。所以他希望你能够放下这个所谓的离世，或者是放下这所谓的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线性的时代里面，我们所理解的死亡就是有头有尾嘛。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阴性的能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世界的能量其实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线性的。线性是一条直线，有头有尾。周期讲的是
螺旋，螺旋就是开始和结束，几乎可以把它拧在一起。一旦这个能量结束了，它就已经在开始的路上，所以他很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能量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离开或者是分别，他希望你能够懂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的死亡，也就是说，他没有像你的想法当中所谓他不在了，他没有了，他有啊，他还在，他有，他只是到达了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停住了，他只是没有以你们曾经连接的那种方式和形式在你的身边跟左右。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他离你很近，他的心离你很近，虽然说物理距离他可能离你很远，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在一个地方非常安静非常稳定的，就是停在了那里，但是他的心离你很近，甚至这个人还希望成为一个桥梁，我觉得是把你带到一个更加富足更加快乐更加稳定的地方，让你去感受到这个人世间的美好丰盛。因为我这边看到了很多土元素在我们的这个能量里，就是他希望你能够去感受人间的富饶，人间的美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地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能够锻炼我们的一个地方啊。在我们的地球，它既存在人间，也存在天堂，还存在地狱，所以这一切是取决于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以什么样子的灵性的角度去选择我们在地球的这一生，它怎么样去打开，怎么样去显化。而当前的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已离世的人，他就很想告诉你，就是第一个，没有所谓的死亡，他没有走，他的灵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停下来。第二个，他向你就是过得好，他真的很希望你过得好，因为这个人我感觉到他真的是来报恩的，他就想给你报恩，他就想来报答你曾经对他的那种关怀，你曾经对他的好，你曾经对他的爱。虽然说他不能够以人与人之间这种语言可能说出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这个已故的这个灵魂，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并且他的能量很强，他要把你，就是他要带给你东西，他要真正的报答你，给你东西啊。这个是我看到第一张牌。好，我们来看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讲啊。他说他现在好多了 OK。 那么这个能量呢，有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就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讲过他是弱势位，对不对？我觉得他跟你连接的时候，就他还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你的心里他是弱势位。那么这个弱势位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他很弱小，我刚才讲过小动物、小孩子、婴儿，而且呢我还听到第三个就是他有可能生病了，而且他跟你连接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了他，比方说离开的时候他可能有点不舒服，或者有一点痛苦，但是他想告诉你的就是，请不要对你看到的你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耿耿于怀，不要放不下，因为他想告诉你的是他现在已经好多了。因为我能感觉到这个灵魂他非常的安息，就是非常稳定，他在一个很稳定的地方感受着天地的自然，他不再去循环，他已经停下来了，至少他目前他不想再去循环，但是他想告诉你，他还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告诉你他现在好多了他现在好多了，而且他现在过得很好。那么相对的，他希望你能够放心，他希望你不要再去为他流泪他现在已经好多了，他在一个鸟语花香能够看到天地自然很辽阔的地方，我觉得是获得了他想要的那种宁静的生活。第三张牌呢，是他想告诉你，你跟他之间只离着一个思想，也就是说你只要一想到他，他就在你的左右，他离你很近。而且我们看这张牌小狗狗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真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已故的灵魂已故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之前真的跟你之间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他可能曾经显化成了你的 fur baby 我们这边讲的是毛宝贝是长着毛的，就是小动物嘛，它是你的宝贝，它就像你的 baby 一样，它是你的孩子。而当前呢，他想对你讲的话就是
他虽然跟你当前没有办法去物理距离很近，你没有办法抱他，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在你左右啊，全在你身边，但是啊，你只要去想到他，他就会就是离你很近，他能够感受到你在想什么，他能够感受到你在想他，他能感受到你在思念他。所以呢，我刚才讲过，就是他跟你之间心与心的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而且他当前也想告诉你，就是他离你很近，就像你的指导灵，就像你的守护灵一样，在你的身边跟左右。所以你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思想，你想到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在想他；你思念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在思念他。他就在那个地方，他没有走，所以没有所谓真正的死亡啊。最后一张牌，他想对你讲什么话呢？我们来听宇宙啊。还有最后一个能量，我们看他想对你说什么。OK， 最后一句话，他想告诉你的是，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健康和快乐，所以我觉得他是想要你真的放心啊，第一副牌的朋友，而且我是能感觉到，就是说他真的觉得好多了啊。所以如果说之前这个已故的人或者已故的这个灵魂，他曾经经历过病痛，或者是曾经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故和痛苦的话，那么他想告诉你，他现在非常的健康。他好了，他痊愈了，并且他也很快乐，他在一个非常快乐的，我觉得是有天地灵气的地方，就是生活。他现在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健康，而且他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体魄和健康，而且还很快乐，所以他好了，他也希望你好，他希望你也能够好起来，他希望你健康快乐，并且他想感谢你，感恩你，他想带给你一个机会，他想带给你一份礼物。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换一个心态，去拿到属于你自己的机会，去过好当下你能把握的人生，去爱你当前可以去爱的人。当你思念他，当你想念他的时候，你们之间其实非常的近，只是一个思想的距离。你想到他的时候，他就会来；你想到他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你们之间只要用心去感应，你是能够感觉到他就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他就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你们从来就未曾真正的分离。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为大家所连接关于这个已离世的或者是已故的人他想对你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大家健康和快乐，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天使光水晶，好，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有关于这个已逝的人对你的一个话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已经离开人世间的他，究竟有什么话想要去对当下的你来讲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的指引牌，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们首先呢有这个罗马，希腊罗马那边的一个能量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 joy 快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 sweat lodge。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澳洲的那个土著文化里的它是一个仪式，就是说有点像那个针就是那个低矮的半圆形的小屋，就是我们这个嘛。然后进去以后呢，会有那个石头，然后撒上那个水然后那个水就那个很热嘛，然后就有那个热蒸汽就是这个 sweat lodge。然后它是一个仪式，也是用来做这种清理的、排毒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小屋好，我们今天是这3张牌。首先吧，我这边其实能够感觉得到一个能量，大家应该也能发现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重复出现的能量呢是地点，首先呢是古罗马、希腊罗马那边，然后呢是这个低矮的半圆形小屋，它都是跟建筑有关，跟一个 location， 跟一个位置，跟一个建筑或者是建筑群一个方位有关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关于方位，有关于地点，可能在你们2个人的连接当中有很深很深的印记。也许这边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OK， 你们也许是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之下，很特别的地点
认识彼此，并且发生了你们的故事。有着很强烈的仪式感，而且这个能量呢，跟一个 location， 跟一个地址有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感觉到什么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啊，这一组牌的能量让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强烈的帮助能量啊，有很强烈的帮助能量。有可能这个你想看的他，就是这一位啊，他也许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贵人，但他已经离开了。他是你人生最大的贵人，你感谢他，你感恩他，因为正是因为他当时的出现与你的帮助，才有当下的你。也许你的人生走到你今天的这条路上，都是因为这个人的潜移默化的指点迷津，甚至可以说这个人他可能通过因为我们这边是 cleansing purification 和 detoxification，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的出现你们两个人的相遇，也许他让你，比方说这边，因为他有排毒的能量嘛，比方说之前你可能有负债呀，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你现在没有负债了这个债还完了，或者是说也许你们两个人在认识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恶性的关系或者是干扰了你，或者是让你不开心，让你很痛苦，可是这个人呢却能够把你带出那个谜团，或者是说这个人能够让你去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给丢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又或者是说也许在你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你并不开心，甚至可以讲也许你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习惯让你很痛苦，你也不想有这种习惯，但是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年代的你，或者是那个当时的你，可能这个东西在你身上你也有这种不得已，或者是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有那么的不好。而去相对比于过去和当下的话，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甚至可以讲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了。生活对于你来讲，跟他相遇的那一篇是你的前半生，当前你所走的路是你的当下人生阶段，是你的另外一个篇章，完全不一样。仿佛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过去，他已经翻篇了，但是这个人他是那个帮助你翻篇的人，这个人是能够帮助你去把不好的东西拿掉的一个人这个人在你生命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如果这个人不是你的亲人的话，那就是非亲却胜似亲人的一个很厉害的人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人。我是连接到这个能量的我就是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很强烈的一种，仿佛你们两个人在当时的那个场景，在当时的那个位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的机缘能量非常的强，可能两个人之间有这种对于某一个特殊的地点有着特别的记忆，你们两个人会有分享的很亲密的一段生活的片段比方说那个时候是旅行或者是游历或者是有一段很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这个人他是跟你一起就是有经历过那一段的 OK。 那我是觉得说他想对你讲的话当然是他希望你快乐，他希望你开心潜意识的主观意识上的，无论是帮了你还是帮了你多少，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心为你好他是真的为你好，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就是他的这种好不一定是说让你快乐的话语，有的时候他说的话可能都会让你不开心，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你排斥的，但是他是真的为你好，因为我看到的是他希望你真正的快乐，不被束缚，不被拖累，不被某些东西给约束，他希望你自由，就像这个自由的这个 dancing daisy 就是 daisy 就是那种小菊花，其实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那种野花，就是你可以自由的生长，你可以自由的随风而舞，你可以不需要去管那么多这边我感觉到他给你的这种念头和那种念想是希望你自由并且快乐，做一朵自由自在的花，做一个可以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的灵魂，不用管不用顾及那么多也许曾经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管的很多，顾及的很多，然后呢想很多，但是因为跟这个人的一段经历
现在的你更加的勇敢，更加的随性，更加的自由，那么也更加的快乐无比。我能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那么至于说这个罗马、希腊这个能量，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说，我感觉到就是曾经可能你们在这个位置啊有过什么样子的经历。那我也听到了一个什么能量呢？就是说，有可能当前的他其实生活在了古罗马或者是希腊那一边。也许他现在已经不在你们当前的这个，或是你们曾经相遇的地方，他可能希望你能够了解到，就是他可能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一个他可能特定挑选的那个位置，他想在那个地方生活，他想在那个地方重新转世，或者是他喜欢那些地方可能是偏欧洲那边，对吧？希腊、古罗马，感觉就是有那种很神圣的，有着很强烈的古老记忆的这样子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这个能量，然后呢，我们来抽一下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想对你说的话有什么样子的能量要带给你，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洗一下牌。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已经离世已故的人想对你说的话，我们来听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等会我们还会有这个具体的话语我们先来看一下塔罗牌，今天的塔罗牌有什么信息？首先是制造者10，这张牌让我听到是什么？没有跟你成为家人的遗憾我刚才一抽到这个牌，我就听到这个信息，没有和你成为最终家人的遗憾。也许这个人，因为我刚才是觉得说他要么是你的亲人，要么这个人如果不是亲人的话，就是胜似亲人的存在这个人跟你之间连接很深好，看一下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Dancer 3这个是跳舞的人，3个人在跳舞跳舞者3，这个就是跟我今天看到这张牌是很像的，就是快乐舞蹈舞者快乐，然后呢是那种随性自由的跳舞，而且我这边看到就是很多人嘛，所以我觉得当前他可能很想让你知道是他过得还不错。当前的他呢不是一个人他是有朋友在身边的，或者是说当前的他找到了自己就是很契合的一些同伴，然后呢在那里唱歌跳舞过的就是他可能希望的一种很轻松的生活。不用为钱财烦恼，不用为条件去烦恼。跳舞的人是10。这一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还是有一点遗憾。我这边其实感觉到就是家人亲人之间的遗憾一个呢是这个土元素10，一个是水元素10，然后都是逆位的。我觉得他可能心里说，对于你们2个人没有最后走到一起成为家人，或者是没能够一直就是陪伴彼此守护彼此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还是有一点遗憾的。虽然说他可能也非常希望能够守护你，一直跟你在一起，但是呢他可能也觉得说有些事情就是身不由己然后第二个能量呢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他对于你们2个人曾经，就是如果你们2个人真的是亲人的话，那么他其实对你是有一些愧疚的。因为这个人给我感觉就是说，他可能曾经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没有说以最好的方式去沟通交流或者是表达，甚至有一些误会埋怨这种吵架生气等等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能量。但是他其实心里是觉得说，他最终他是希望你快乐的，而且他是希望让你知道他也挺好的，他也是能够就是他现在是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心里就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他的遗憾也是有的他的遗憾也是有的后悔也是有的。如果你们2个人曾经是亲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对于当时你们2个人的发生的种种，对你们当时曾经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问题以及闹得不愉快等等的事情，他还是他知道他知道。而且当前的他呢就是很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讯嘛，让你了解到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可能他自己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和状态也是没有办法说做到完美的。然后呢他想告诉你的是，从心里他打心里把你当亲人，把你当爱人，他在心里是真的有想要去
就是对你好，让你快乐，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出于能力啊，或者是怎么去表达呀，或者是跟责任有关的一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做到啊，他深表遗憾。所以说当前的他这个人心里就是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去吧。我觉得这个人呢，可能能量当中也有一种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去，就是对于过去所发生的种种，就如你的前半生翻篇了。他也是在试图着去放下，学会去放下，然后呢，让自己可能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重新开始。当前的他呢，我觉得是非常希望你能够快乐自由的。也许他的离开，某种程度上对你也是一种解脱和解放。那么现在的他呢，是很想让你知道说，他去到一个远的地方，然后呢，他也有在努力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去学会更好的跟周围的人相处，做一个快乐自由的灵魂。那与其同时呢，他也希望你能够获得自由，他也希望你能够过得快乐，他也希望你能够去把过去发生种种的不愉快能够真正的放下，去 let go。因为我们这张 Sweat Lodge 就是这个小汉屋啊，它有这种能量，就是说你能够去放下 let go 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像那个汗呐，就蒸桑拿那个汗，把那个东西毒素怨气呀、委屈呀，就像那个汗一样，就是蒸出来嘛。那蒸出来以后就排毒了，那排毒以后从这个小汗屋出来，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啊，你就会觉得很凉爽啊，你就会觉得人很轻啊。那么就是这样同样的一个道理吧。我觉得他是希望说让你能够去翻篇，然后呢让你能够去真正的放下无论是发生了什么都放下，然后呢大步向前，勇敢向前的去往前看。好，我们继续第4张塔罗牌，今天我们最后的一张塔罗牌，看看是什么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跳舞者的这个公主啊，她不善表达她很想告诉你的是，她不善表达，不善言辞。这个人最不会的就是表达情感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去连接的这一位这个已经离开的这一位，他想告诉你的是，他真的不是很会表达情感，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说有一些误解，或者是说他对你有遗憾嘛，有一些跟感情相关的东西，可能最后都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其实是他知道自己就是不会表达，因为我这边感觉到就是有关于表达的一些能量这边确确实实是一个逆位的牌，所以他也知道那么无论怎样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些事情呢就是时间也不可能逆流嘛，所以他是很希望是说放下一切，放下过去。他首先是这样子的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有遗憾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想让你就是不要让这个遗憾背负在你的身上。他首先是希望你能够把所有的遗憾都放下，不要因为跟这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过去和曾经影响你当下和未来的判断。如果这边有一些误会、冲突、误解，让你造成了一些伤害，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痛苦的话，他也希望你能够放下，他希望你能够把所有的过去都放下，然后呢是继续的去朝前，找到跟你很好的，或者是找到跟你遇见跟你很合得来的人去相处，去交朋友，去连结，而不是被过去的发生所束缚不要被过去所束缚。当前的这个人呢，他在用他自己的行动去，我觉得像是去经历和证明，就是说他要勇敢的放下他会学会放下，让你放心，让你也能够去放下。因为可能如果是说你们两个人都放不下彼此的话，那么两个人可能就会都很累。那么这个人呢，他是真的希望你放下，他是如何去真心希望你放下呢？就是他自己先放下，他自己先放下，他自己先把一切的东西都放下，放下再放下，以这种方式去给你最大的自由。因为我能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人给你的念力和念头最大的一个就是给你自由，让你快乐他最大的能量就是给你自由，让你快乐。而有的时候这种能量的牵绊就是有一头如果放不下，另外一头可能就会受影响，所以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人对你最大的一种，我觉得是爱的
形式啊，从当前的这个能量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很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他自己当前可以做到的来成全你，希望你能够也做到啊。我听到非常强烈一种这样子的能量啊，所以这个人是有可能你的亲人，有可能是你的亲人，然后呢，他有可能是如果不是亲人，是胜似亲人的存在。啊，这边有强烈的这个亲人的能量，但是又是逆位的啊，可能这边会有一些事情。如果是亲人的话，可能这边会有亲人之间有一些矛盾呐、误会。如果不是亲人的话，是胜似亲人，可能在这个亲人的这个地方啊，成为家人的这个地方，成为真正就是陪伴彼此这件事情上，他会有很大的遗憾。但是当前的他就是放下啊，彻底的放下，然后希望你也放下啊，希望你也放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来听他想对你说的话，具体的话是什么啊？感恩宇宙。好，我们来听一下。哦，第一张牌说的是，其实我并没有死啊，我并没有死。那么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他已经解脱了，他已经自由了，他已经我们所谓超越了啊，他已经超越了。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很揪在这个心里的，就是好像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再续前缘了，有些话没有说，有些情感没有表达，非常的遗憾。非常的遗憾。而这个人当前呢，想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死啊，我没有死，他已经超脱了，他已经解放了，他已经飞上天堂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象征着鸟，而且飞上去，是不是很强烈的一种自由和超越呢？他在向上飞翔，向光而行。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他想告诉你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因为他的离开而痛苦，不要因为他的离开而感觉到一切都结束了。他想告诉你的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的结束，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已经重新开始了啊。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这个能量。我觉得这个人他很想告诉你，真正的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牌里的信息。他说他没有死，但是真正的能量，他想表达的是告诉你，他已经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了，他已经开启了他新的生活啊，就好像这个，他已经超越了啊，他已经超越了。所以当前他第一个能量就希望你不要去难过，不要去纠结啊，不要去纠结，因为他已经飞起来了，他已经超越了他当时的那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生经历，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彻底的解放，彻底的自由了啊！这是第一张牌，我没有死。好，第二个是，他说他有对你发送爱的印记，是通过自然的通过自然的。所以这边的能量呢，我听到就是说，第二副牌的朋友会不会在你生活的某个时刻，在你生活的某些片段里，你非常喜欢望向窗外。窗外是什么？窗外是大自然。那么在大自然当中，你可能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很不经意的画面，但是却能够抓住你的心。比方说我们当前看到这个蒲公英呢，一阵风吹过来呀，你一看向窗外就有一阵风，你一看向窗外就会有一只蝴蝶，你一看向窗外就会有几只鸟，或者是有一只鸟，或者是白鸽飞向你。那我觉得这些能量呢，是它在传送给你的一些印记。我觉得这个人他在通过一种自然的方式去守护你，或者是疗愈你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很放不下他看向这个天空，看向这个窗外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他就会派这种大自然的精灵，无论是植物也好，是一阵风也好，是一束太阳光也好，还是一个蝴蝶，一只鸟也好，这些都是他派送给你的一个我觉得像是来看你的感觉他就是派这种自然的灵力来看你来让你知道你在想他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他也出现了，只是说他不可能以原来的方式出现而已，但是他其实能够回应，并且他能够感应得到，就是你在想他，你
想起了你们过去的曾经的种种啊。我觉得这个人是真的有在通过一些自然的方式在传递给你一些讯号。那如果说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有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部分朋友，这是你的贵人，超级贵人，这是改变你一生人生轨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嘛。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思念他，因为你想去寻求他的指引，寻求他的建议，或者是他的帮忙的话，那么这个人会用就是大自然的方式告诉你他想对你说的话。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来到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那么这个人有可能就会派一些蝴蝶这样子的带有很强烈的蜕变或者是蛇这样子的动物来到你的身边，让你了解到就是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知道一件事情是否真的可以，那么这个人如果想发送给你肯定的讯号的话，他也许会比方说在你看向窗外的时候有一阵风或者是传递给你重复的数字1或者是111或者是11点11分，这种非常强烈的机会新的开启这样子的能量数字来告诉你是的是的，你可以去开启，你可以去就是寻找这样子机会，把握这样子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这样子的方式他会这样的方式。好，我们再来看。好，第3张牌呢，他说的是我已经成为了你的一个指导灵这个人说他已经成为你的指导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说，他说他有给你发送很多就是这种有迹可循的一些暗号或者是迹象，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你的指导灵，他在指导灵的这个地方有帮助你或者是给你传讯。他希望你能够明白，他并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离开了或者是死亡了，而是说他已经幻化成了另外一个维度的灵石，或者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生灵，他在给你传递信号，他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他能够感应到你对他的思念之情。而且这个人他仍旧如果他过去曾经是你的守护者，是你的贵人，他保护了你，他带领你离开了那个谜团，他带领你离开了那个不好的地方，那么当前的他其实还在继续帮你，他还在帮助你。他希望你能够知道的是，只要你去询问你的指导灵，只要你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虽然你肉眼看不见，但是你心里却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就是这个人他还在你身边的话，你去向他询问，他就能给你回应，因为他说他已经成为了你的一个指导灵他就是你其中的一个指导灵。所以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我刚才讲这个人是你的贵人，对不对？那如果你需要他的指引，请你向你的指导灵去询问，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是你其中的一位指导灵，他是会愿意，他是非常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你，去再次的引领你去丰收或者是收获你想要的快乐，你想要的自由，或者是你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好，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他想对你说好，这张牌对呀，你看我刚才就是觉得说有一部分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有一种好像还蛮内疚的这种能量在你们这边。那当前的他呢，想告诉你，你没有必要为任何事情所内疚，不是你的错，不怪你第2组牌的朋友，他想对你说，不是你的错，不怪你，一切只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命运的安排，一切都会有一个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它的那种打开方式是我们当前的3D 维度是没有办法所理解的。那么当前的他呢，希望你不要去纠结，不要再去被过去捆绑和束缚，他希望你当前呢可以去放过自己，不要再去有遗憾，不要再去有内疚，不要再去觉得非常的难过。他希望你真的是放下过去，放下过去，放下遗憾，放下愧疚，放下内疚，去做这个快乐的跳舞的菊花，这一朵野菊，随风而舞，随风而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继续去往前走，往前看。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
他是你的指导灵之一。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发送给你你需要的记号或者是一些讯息。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用心的聆听，只要你真正的需要他或者是想到他，他就一定会来到你的身旁，帮助你，指引你。所以这里呢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连接关于这个已故之人，这个已离世的人呢，他想对你讲的话啊。那么希望这个讯息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绿色的萤石，好，放到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这个已经离世的或者是已故的人哦，他想要对你讲什么样子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连接他想对你说的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去连接这位已经离世或者是已故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能量啊，跟你之间的一些联系和连接。好，首先呢我们有看到第一张牌是誓言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张牌是誓言，然后呢我们的第2张牌是悲伤，第3张牌呢是伟大的神奇。那么这张牌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神秘，或者是说这个我们世界整个能量里面就是一个未知数嘛，所以有些东西是不可说不可言喻的，但是呢它是在一个地方存在的。等会儿我会跟大家具体去讲啊。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就是有关于这个誓言啊。这个誓言的能量呢给我的这种连接非常的强烈。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我会听到有2组有点不太一样的能量的感受啊。第一个能量的感受呢，其实我听到的是有关于信仰，这个信仰是跟宗教有关的。那么我们去谈宗教，可能西方在宗教里面说的更加的多，我们可能一般在讲宗教就会想到一些西方的宗教我们可能会对那个比较熟悉哈。但事实上宗教的能量不仅仅停留于比方说我们知道的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所谓的这个信仰有的时候其实是甚至能够不跟宗教有关系，它是一个个人的信仰。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战争时期，那些英雄们他们的内心是有信仰的，只有内心的信仰足够的强大，他们才能够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为的绝非自己，而是别人，而是他们想守护的那个人间，他们想守护的那个太平盛世，或者是他们想守护的那个家园。有的时候他们想守护的是真相，对不对？是真相，是正义。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是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不分文化背景，都是有可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听到第一个很强烈的能量，就是有来自于第3副牌的朋友，就是我们今天去连接的这一位已逝或者是已经离开的这一位他有很强烈的信仰或者是观念在他的心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他的离世还有他的离开都跟他的信仰有关，那么第2个呢，就是我刚才去跟大家说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宗教了有关于宗教。那么也许呢在他的生平，他是一个非常有对这种宗教或者是对一些文化，对一些高等的高级的一些知识智慧等等就是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应。他是会有一点，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一位，他有一点超脱的能量，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个脱离世俗的人，他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很强的精神载体。哪怕在他还在人间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能量的存在，他影响了很多的人，他绝非一个凡人。所以可能在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之间呢，也是因为他强烈的这种精神，让你们2个人有了这种连结，让你对他就是可能很深深难以忘怀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vows 誓言是有关于感情的。
我们其实在讲誓言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誓言是我们平常每一个人生当中都有可能经历的，就是结婚的誓言啊，有关于情感的誓言。有的时候这个誓言可能不是结婚呢，是在你表白的时候，是在感情来到了一个高潮，可能我们就会去说出这种誓言啊。那么有可能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的这一位人呢，也有可能就是你的爱人。你们曾经对彼此发过誓，你们是有彼此之间的誓言存在的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就是看到这个 The Vows 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大，而且这个人跟你之间的联系，我觉得也是很强大的。至少是在，比方说你的心里，可能对于这个人啊，他在你心里有很强的、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有很强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能够感应得到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指引牌了。那么第二张指引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rief， 就是这个悲伤啊，就是这个悲伤。我们从当前的牌卡能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子，她其实是抱着她的爱犬呢，就是这个狗狗，它可能它有它自己的生命线数。我想所有养宠物的妈妈爸爸，其实你们都知道，其实小宠物跟我们的年龄是不太一样的生命轴线，所以他们在用他们全部的生命去爱我们，而我们呢，可能只能够去用一部分的生命去陪伴他们。那么总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我们会经历这样子所谓的离世。那么所谓的悲伤和悲痛，它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会存在的一种状况。所以看到这张牌呢，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就是某一位宠物的爸爸或者是妈妈，而今天你听到的这个传讯就来自于你曾经的宝贝，你们两个人曾经可能心里默默的对彼此发誓，要守护彼此一辈子，要爱彼此一辈子，要真心相对彼此一辈子。而在心里面，也许你们默默的也会对彼此说，就是一定会对他好，一定会为他做什么，或者是一定会回来呀，或者是一定会救他等等啊，就是有这样子默默的誓言存在。那么在这个悲伤里，我们除了看到有关于就是爸爸妈妈和小狗狗或者是小猫猫小宠物之间的这个联系以外呢，我还有一个能量的感应，就是有关于这个悲痛。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一组能量，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存在很强烈的爱，就是这个爱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大。而在这组牌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解释，就是有关于这个悲伤。什么是悲伤？悲伤是当我们有真的爱过，有真的去爱，有真的存在于爱，但是呢，在某一刻，这份爱无处存放。当爱无处存放的时候，我们就会悲伤。所以悲伤的能量从何而来？是由爱产生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一组能量，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当前你们的内心，或者是当你们想到这一个人，或者是想到他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悲伤。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你的悲伤来自于你的爱，因为爱，所以才会悲伤。因为曾经你们是那么的好，曾经你们是那么的亲，曾经你们是那么的近，而当那样子的一刻来临的时候，你的爱却没有办法再跟他互换，你的爱却不知道无处，就是没有地方去存放的时候，在那一刻可能才是真正的悲伤才是真正的悲伤。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第三种牌的朋友，你们之间非常的爱非常的爱，这个爱超越了很多的世俗，超越了几乎是超越了这种你看我们这边人与动物之间是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有的时候这份爱甚至可以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物理距离。OK， 这个爱无处不在。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我也能感觉到，就是说当这个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当时机到来的时候，这份爱将继续。也就是说，你会再次的去爱，你会再次的发现爱，你会再次的得到爱。那么这个东西是有机缘和巧合的，但是我觉得爱会再一次的降临于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身边
OK， 我觉得是能够感觉到的啊，就是 when you are ready, when she is ready， 当她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she will love again， 她会再爱。然后他会再爱。同样的啊，我们无论是看这个女生还是看这个小狗狗，一样的啊。当时间到来的时候，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会再爱的啊，他会再爱的。好，那么第3张牌呢，是我们的这个伟大的一个神器啊，伟大的一个神器。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啊，虽然说好像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东西在这边，但是这张牌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让我看到的是我们生命伟大的不可预知性。生命有的时候之所以伟大，生命有的时候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些东西是冥冥注定，是冥冥的安排。这个无形的大手在哪里？这个无形的大手是谁？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具象化，但是呢，当我们去忘记这个无形的伟大的时候，这个无形的伟大就会提醒我们它在哪里。我们再讲举头3尺有神明，这个东西就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它，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不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召唤它，它没有给我们回应。但是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忘记了，或者是没有召唤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时刻，这张大手又出现了，提醒着我们有这样子一股伟大的神力会保佑我们，会祝福它。所以呢，这张牌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要有灵魂，我们要有信仰，我们要对心中的那个一股力量，我觉得是要有一种相信而不是说只是看眼前的这一切就结束了，那样子就太肤浅了。我们一定要对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信任信任心里的那份坚持，信任心里的那一束光，这个信任的力量将会照亮你前方的路。你要相信自己一定是被宇宙神秘的、神奇的指引着。就算有的时候他没有回应你，他可能不是没有回应你，他只是当时立刻马上没有回应你。当你心存怀疑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安排的时候，请你不要去怀疑他，你要相信一切自有命数，一切自有安排。而那个所谓的结果，也许你看到的是结果，在宇宙的眼里那不是结果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觉得在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的能量里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可能你会感叹人生，为何这个人会离你而去？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这么早的离开？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为什么在我们3D 的思想维度里面，我们认为的好未必是真的好，我们认为的坏未必真的它就不好。也许在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时间的轴线里面，也许你看到的所谓的离开，它已经在以一个很神奇和伟大的方式被宇宙默默的指引，来到了一个更好的、更适合他的，或者是另外一种安排。你们又会相遇，你们会再次的去爱。也许在宇宙和这种我们在讲老天神无论你怎么去理解它，在这种默默的安排之下，也许它是一种解脱，也许它变得更好。而你呢，要心存信任，心存信仰，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么在你前方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束极光，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美丽，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在我们的这种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很渺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散发着包括他都在散发着我们独特的光芒。OK，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我们指引牌的能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我们来抽3张塔罗牌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关于这位已经离世的已故的人，他有什么想对你说？我们来看一下，等会会有具体的话语要给大家来抽我们来先看一下塔罗牌里的指引，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讯息。好，感恩宇宙。第1张牌是死神，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轮回啊，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轮回，在一个美丽的烛光之下，在一个暗暗的夜晚，我觉得这一个灵魂它已经被默默的指引，我觉得他已经离开了啊，他已经离开了，他是安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就是轮回，这里都是蜡烛啊，前方是灵魂。你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坟墓，是一个冢，对不对？事实上这是一个，就像是一个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的一扇门。那么这里的灵魂在烛火的指引之下，就是我刚才讲的前方的路已经被照亮，他已经进入了这个轮回的大门。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问他去了哪里，他有没有很好的去轮回和转世的话，我觉得从死神的能量当中可以看到 yes， 肯定的答案。我觉得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一个，或者是你们连接到的这个已离世的已故的人，他已经完成了，几乎可以讲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转世，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轮回。因为我看到有很好的光为他照亮了前方的路，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转世，他已经走了，可以这样讲，他已经去向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冥界走得很安全，走得很安稳，而且一路都仿佛有人在保护和护送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张牌轮回。我听到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轮回转世，他已经走了。好，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 Dreamer 梦想家4啊，梦想家4 Restoration。这张牌讲的是修复。如果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看到的这个已离世的人呢，他有任何的，比方说不舒服啊，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我听到的能量是说，他在这个轮回转世当中，他已经拿到了，或者是他已经得到了最强的宇宙给他的，可以再讲是宇宙之光，就是宇宙的能量无穷无尽，宇宙在用他的神力，我觉得是把它修复的很好，让他修复，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他已经获得了非常非常全面的修复。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他的，比方说不舒服，他的病痛，他的难过，他精神上的痛苦，如果有的话就是这个人我能感觉到已经离世的他已经得到了来自宇宙最神奇的，可以讲是一种治愈疗愈。他已经轮回转世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死神的牌里面，他走得很安全，他走得很好，并且他已经得到了最强的一种，就是像休养生息，那个休养生息的能量跟我们看病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需要药，也不需要去打针，他是宇宙的一种很神奇的伟大的力量，就是帮他做了全面的修复。所以他其实已经完全修复好了，他所要找回的力量，他要找回的灵力，还是说他的那个如果他是轮回转世的话，他会接下来有非常好的身体因为宇宙用他神奇的伟大的光束，我觉得是帮他修复，让他来到最好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里的梦想家4，就是我们前方就是大大的太阳，代表着生长生命力，对不对？而这个人，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画面的这个精灵，他已经飞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修复，让它很轻松让它很舒服OK， 可以展翅高飞，就好像说宇宙已经用它神奇的疗愈之力，让它得到全面的修复，那么它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起飞，就可以去向它最想去到的地方这个是梦想家4。好，然后第三张牌是愚人牌，这张牌我听到是其实大家想看的这一位，或者是这个我们听到的已离世的人我觉得他已经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当然啦，这个人生也许不一定是我们理解的人生就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这种转世轮回非常的顺利，非常的
几乎可以讲是很短暂的，他就已经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经开始了他新的探险，或者是他新的经历，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开启啊。我们这边是愚人牌嘛，就是他相信他自己接下来他想走的路啊，他想选的经历啊，我觉得他是有顺利的拿到宇宙的录取通知书，或者是拿到了宇宙给他的一种批准和同意，他用了他自己的，我觉得是随了他的心愿，他已经重新开始了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他遂了他的心愿，重新开始了，而且他对他自己的，我觉得是新的道路坚信无比。所以我在这张愚人牌里听到的是，在他上一世，或者是在你们两个人连接的时候，他对他所做的事情，他对他比方说牺牲的，为谁牺牲呢？为什么牺牲？他是没有任何遗憾的，他心甘情愿。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有很强的精神力，比方说他对你的爱，比方说他对你的保护，比方说他为了什么而妥协什么，而丢弃什么，哪怕是生命，我听到是他没有任何的遗憾，他无怨也无悔他是一个很强大的精神力啊。所以说宇宙呢也给了他强大的宇宙之光和宇宙之力来帮助他进行疗愈恢复，所以他可以恢复的这么的好，他可以轮回转世的这么的顺利，而他已经在开启了他完全新的旅程他已经完成了他新的旅程，他已经开启了。好，最后一张牌，这张牌呢是战神王子是战神王子。这张牌让我看到了他的力量他的这个精神头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去看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已经离世的人想对你说的话，其实他对你很放心我听到是他对你很放心，他没有什么就是堵着呀，或者是有什么东西他没有表达，我觉得他对你非常的放心，他相信你一定会过得更好，他相信你以后的路，就是他走了之后你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他对你没有所谓的担忧。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担忧担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这个人的精神真的很强，他对你没有担忧。第三个牌的朋友，他对你是满满的信任，他相信你能够走好，他相信你能够过好自己的人生，他相信你会继续爱，会继续得到爱，会继续发现爱。而这个人他已经在开启他的人生，他已经在用一个我觉得是很强有力的方式去冲向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勇敢的人，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是一个勇敢的灵魂，敢爱敢恨的灵魂，行动力极强的灵魂这是第三组牌的朋友，精神力非常的强，灵力很强，直觉力也很强，而且有很强的那种，就是有一种宇宙的神力在加持和护送他，他对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带怕的。爱是需要勇气的，这个人不带怕的非常的勇敢所以说我看到的是他的这种强大的精神力某种程度上就有点像是拍拍你的肩膀，就是交给你了，他会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他已经开始新的旅程了。那么对于你，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拍拍你的肩膀，想对你说亲爱的，或者是 OK 谁谁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所以他真的是对你是极端的极度的信任。第三组牌的朋友无论是你想继续去做他没有做完的事，还是说你想继承他的精神，继承他的思想，继承他的理念，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完全信任你，他是可以安心的放心的交给你的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走得很顺畅，他走得很就是面带微笑，几乎是，而且他有很强的守护之力，他也许在之前你们连接的时候他守护了你大家不要担心，他离开之后自有神灵去庇佑他，只有神灵去守护他，大家不要担心，他很好他很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这个话语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话语想对你说。来看一下，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连接到这个已经离世已故的人想对你说的话。来，第1张牌，感恩宇宙，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说？他想对你说，你看这张牌跟这张牌的能量有点对应哦，就像是拼接地图一样啊，有些东西就是刚刚好，刚刚好。尽管你现在可能还不能够理解，或者是不可能理解，但是呢，所有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世界上没有简单的巧合，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有缘起缘灭，就是这个所谓的天地法则吧，可以这样讲啊。我们看到的是人界的法则，但是呢，除了人界的法则，还有天地间的法则。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当前没有办法全部的参悟，或者是全部的参透，但是呢，一切都是有因果，一切都是有法则的。那么当前呢，这个人想对你讲，也许有些事情你现在没有办法理解，也许你还在有点像是悲愤呢，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宇宙说这个神奇的伟大的创造者，无形的大手在推动的一切啊。那么当前这个已经离开的人，他也希望你不要去纠结，放下，不要去问为什么，把握住当下勇敢的走自己接下来的路。就算当前没有办法理解，没关系，他想告诉你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也许当前你看不见，但是他想告诉你，他是没有，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困惑或者不解或者是想不通，他没有，他完全没有，他非常的理解，他也非常的能够去理解你，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明事理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他自己的原因，所以他希望你不要去为他担忧，不要去为他痛苦，不要去为他不甘心、遗憾、委屈，不要。他希望你能够去把握当下，重新遇见爱，就是再一次的去遇见你的爱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因果，都是有原因的。他希望你能够去了解希望你能够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他想对你说的话。他说，我真希望我能够去更多的告诉你，就是在你们2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多爱你也许他没有办法说很多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是他也许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告诉你他有多爱你，但是呢，他真的很爱你。第3组牌的朋友，他真的太爱你了。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就是满眼满心都是你，都是你，他爱你，他非常非常的爱你。也许他曾经对你说过很多次，或者是表达过很多次他喜欢你，可是呢，他想知道的是，或者是他当前想告诉你，他甚至觉得他说的还不够，他甚至还想更多的去表达他有多爱你所以说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这一组的能量真的是充满了满满的爱满满的爱在这一组牌里面非常的，我觉得是伟大的爱。那第3组牌的朋友是伟大的爱，是真爱 OK，是最纯洁无瑕的无条件的爱他希望更多的去告诉你说更多次就是他有多爱你 How much I love you 可能语言都没有办法形容他有多爱你，但是他真的很爱你这个是他当前传递过来的好，第3张牌我们看一下他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他说他没有任何的 no more 没有更多的 earthly worries。 什么叫 earthly worries？ 这个 earthly 就是地球的，我们人间的地球的，他没有任何关于这种世俗的担忧，没有了，全部解脱，全部超脱。他可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我们当前连接的这一位，我觉得他几乎是超脱了我们的地球，超脱了我们的地球。
已经把地球的生死、爱恨情仇、人间看透、看破、放下，他没有任何的地球相关的烦恼和忧愁了。在他来到人世间所经历的那一生那一世，他看懂了，他明白了，他没有任何的担忧，他不后悔来这一次，他不后悔遇见你，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来到地球也只是去学习、经历、感受，那么当前他想告诉你，他没有遗憾，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他没有遗憾，所以他希望你能够去放下，也能够去我觉得是把握自己的人生啊。我们在讲活着的人还有路要走嘛，我们还有人生的经历要去经历啊，所以他想告诉你就是放下它啊，放下它。对，最后一张牌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讲？好，这一张哦，他说生命是一系列的选择，请你选择爱。这边我感觉到就是有一点有关于爱，也有关于恨。恨是爱的另外一面，没有爱则没有恨。有一些朋友第三组的，我听到就是关于可能有一些纠纷啊，如果是有一些纠纷的话，有一些就是关于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事件啊，他希望你选择爱，永远选择爱，无论有什么样子的糟心事，无论有什么样子的不公平和委屈，都不要去影响、污浊你纯净的心。第三组牌的朋友，他希望告诉你，人生是一系列的选择，有的时候啊，这个选择不是苟且而活，而是向阳而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生和死，没有所谓真正的所谓的生和灭。他希望告诉你，一切都是值得的，永远选择爱，相信爱。无论他人怎么选择他们的人生，你要勇敢的、主动的选择自己想要的、自己喜欢的、心里所念的那个人生，那才是你的人生，那才是你创造出来的人世间。所以呢，他希望最后告诉你这个人好伟大啊！第三组牌这个人的心胸真的好伟大，这个人的我觉得他的能量层级非常的高，很有觉悟的一个人也许他不是我们在讲人但是他的这个精神无论他是以什么形式在你们两个人的就是遇见，你们两个人相遇的那一世是怎么样的连接，我能感觉到这个人的灵魂非常的高尚，非常的高洁，他的领悟，他的觉悟非常的高所以你看他最后想告诉你，生命是一系列的选择，请你永远选择爱，成为爱的载体吧，继续相信爱吧。所以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到关于这个连接的已逝的人和已故的这个人想对你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